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金瓜算盘子的食谱。我们先来快速的看一下食材的处理方法。好，看完了食材的处理方法，我们现在来搓算盘子。首先，我们把切好片的金瓜拿去蒸，蒸到它软，蒸到它熟。我们在准备金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准备20-30克的金瓜，因为怕金瓜蒸出来压成泥后会缩水。我们需要140克的金瓜泥。金瓜蒸软后，我们可以沥干它的水分，然后把它压成泥。我们就像这样，用一支叉子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金瓜压成泥。压成泥过后，我们要称出一个140克的金瓜泥。我准备了115克的糯米粉，还有140克的金瓜泥。首先，我们慢慢的把糯米粉加入到我们的金瓜泥里。我们不要一次过加到完，我们慢慢的加入。我们用手把它搓成团。如果你们觉得很粘手，你们就再加入糯米粉。我们一直这样搓揉，搓揉到它不粘手就可以了。我今天做的金瓜算盘子，口感是软糯，好像汤圆一样的。如果你们喜欢吃有一点 QQ 的，你们可以把115克的糯米粉改成95克。然后加入20克的木薯粉，这样做出来的算盘子吃起来就会有一点 QQ 的。因为每个金瓜里的水分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拿捏那个粉要放多少。我们只要把它搓到不粘手就可以了。好，当我们把面团搓到不粘手过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把它搓成算盘子了。我们先在盘里撒上一些粉，避免算盘子粘着。过后我们可以拿一小撮的面团，把它搓成长条形，然后把它分成一小粒的面团，把它搓圆，用我们的拇指还有食指轻轻的在中间按一下，让中间凹下去，它就完成了。就像这样，是不是很容易呢？至于算盘子要搓到多大力，你们个人喜欢。来，我们继续努力，把整个面团都捏成算盘子，不然都不够我们2个肥肥吃咯。在一番努力之下，算盘子终于完成了。其实也不难做啦。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拿去煮熟。当我们的水煮滚后，我们可以在水里加入一点油，然后把我们的算盘子全部倒下去。当我们煮到算盘子全部浮起来，那就代表它熟了。在算盘子煮的当儿，我们可以准备1碗冰水。等我们的算盘子煮好后，要把它浸在里面。
你们看，算盘子已经慢慢的浮起来了。只要等它们全部都浮在水面上，那就代表它已经熟了。如果你们还不确定它是不是熟了，你们可以拿一粒来试试看啊。只要里面没有粉团，它就是熟了。你们看，它已经完全的浮在水面上了。我们再让它煮多一下下，大概一个30秒左右吧。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，把它倒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冰水里。这样做呢，是要让我们的算盘子吃起来更加的 Q 弹。最重要的就是让算盘子冷却过后，它不会粘在一起。当算盘子完全冷却后，我们就可以沥干水分，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炒算盘子所需要的材料：已经煮熟的金瓜算盘子、猪肉碎100克、蒜米红葱25克、黑木耳20克、红萝卜25克、红辣椒15克、青葱15克、香菇35克、鸡精粉1茶匙、胡椒粉半茶匙、麻油1/4茶匙、黑酱油1茶匙。首先，我们把锅子烧热后，在锅里放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我们把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就可以把100克的猪肉碎倒下去，把它炒熟。我们不停地翻炒肉碎，当我们看到肉碎的颜色从粉红色变成白色了，我们就可以把香菇还有黑木耳倒下去，把它们炒熟、炒香。香菇一定要炒过，它的香气才会释放出来，才会好吃。当我们把香菇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红萝卜还有红辣椒全部倒下去，把它们炒均匀。当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炒熟、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金瓜算盘子倒下去。因为算盘子它已经熟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炒太久。可是呢，刚才它有浸过冰水，所以它是冷冷的。我们只需要把它炒热、炒均匀，我们就可以下调味料。我们把鸡精粉、胡椒粉还有黑酱油全部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炒均匀。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味道，如果觉得不够咸，还是不够甜，还是不够黑，你们可以自己再加调味料。我们可以在锅边撒一点水，让算盘子炒出来不会那么干，会有一点湿润，比较好吃。当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炒熟、炒热、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青葱倒下去。青葱不能太早倒下去，不然它炒出来会黄黄的，不好看。我们把它炒一炒，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最后的调味料麻油倒下去，然后把它炒一炒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。最后呢，我们撒上一点点的葱花，就大功告成，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金瓜算盘子。
大家有没有发觉这碗金瓜蒜盘子的颜色好漂亮哦？它有蒜盘子的黄色，萝卜的橙色，辣椒的红色，青葱的青色，还有黑木耳和香菇的黑色，还有配上那个碗的蓝色，哇，真的是五颜六色，七彩缤纷哦！它不止颜色漂亮，闻起来还有一股麻油香。吃上一口，你还可以吃到肉碎的甜味，咬到青葱和香菇的香味，萝卜和木耳的脆口。最重要的是蒜盘子软糯的口感，哇，就像它们在你嘴里跳舞一样，好丰富的口感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？喜欢的话，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